哇，3年，整整3年，我等你等的生个孩子都会打酱油了，你知道吗？来吧，喜欢剧，今天我们来玩阿帕奇新推出的这款隔板。我第一个反应是啥？阿帕奇竟然还活着呢！我翻了一下曾经的摩尔每周刊里的新闻，阿帕奇宣布要推出隔板的已经是3年之前的消息了，如今终于把这玩意儿吐出来了。盒子外包装依旧保持着阿帕奇家的这种2次元峰会风格。这就是盒子里边带的全部内容了。可以说这回阿帕奇的隔板给你做成了一个锤子精，没错，它带了4个锤子。除了之前官方原版带的这个锤子的造型之外，它还多附赠了一个，以及后续的梦工厂出品的锤头配件包，还另外多带了一根赛天胶之锤，可以说是 TFP 里边的大神器了。这玩意儿还能转的。重铸之锤吧，虽然后来没能量，给了通天晓使用啊，当一冷兵器近战，这把实的砸上去，挺带感的。另外还会带一个美奇的小人儿，壮汉配萝莉，这个也是经久不衰的题材啊。再加上 TLP 里边这2个人互动的戏份也是非常多的。模具的底子其实源自于官方原先出的那个套装里的美奇小人啊。来看这一回的玩具实物，其实阿帕奇在这个原版的模具上面并没有做太多的改动啊，大部分也是在配色方面做了一些更改。轮毂做了金属漆的涂装，两边带的这个炮也是它锤子的锤头组成部分，这里也涂了银漆的点缀。官方原版的这个锤头是一个塑料原色的，这回阿帕奇也涂成了这种金属漆。当然，就像刚才说的，它带了2个赛天胶之锤的造型，也是非常符合动画片里边的一个样子啊。再加上这种金属漆的点缀以及这种荧光蓝的点缀效果，非常好看，非常还原。车身本体的改动部分，首先轮毂这个地方涂了金属漆，看起来质感还是非常不错的。玻璃全部换成了这种黑色的透明零件，也算是符合动画片里边的设定了。上面的架子有涂黑。前后做了2个保险杠，之前的配件包嘛，为了解决这个隔板原版模具裂屁股的问题啊，它给后边加粗了一条。而现在的阿帕奇版本呢，又把前边这里加了一个保险杠来遮盖车头这一块露出来的脚丫子部分。加上这个以后，车型就非常完整了。再加上这个保险杠密合上去以后，相当的规整啊，还做了左右的灯饰。造型方面非常的不错，推车滚动很丝滑。我们把这个保险杠摘掉，这是官方原模裸车的一个状态啊。其实后来的，尤其中山有力版本生产的时候，这个车屁股裂的问题大有人在啊，也是当时的一个品控问题吧。主要也是我觉得代工这一边啊，或者有力当时被称之为模厂嘛。不过听说冠越版本也有这个裂屁股的现象。阿帕奇这回模具修完了以后，其实这一块控制的还是挺好的。你看，就算不加这个保险杠，车缝隙密合的也是非常不错。然后开始这款隔板非常精彩的一个变形。TFP 出版的隔板模具啊，也算是当时的一个神作的产品了。它可以还原出来很圆润的肚子。还有层次感的堆叠，我当时也非常的喜欢。注意轮子下方这里和手臂连接有暗处的卡扣，把这里打松，然后尾巴翘起来，让出这个边缘。这一块银漆的部分下方这里也有一个结合的扣子，把这里卸松，顺着前方的关节双段往前折一个斜着的，把它炸开。车体炸到这样的程度，我们把前机盖和轮胎这个位置的扣子卸松，然后揪着整个的腰部滑槽斜下方拉过来，腿部左右拆开中间的扣子，旋转，大腿根部这里是有个齿轮关节的，可以明显感觉到定位感。小腿延伸出来，然后脚趾头掰开。接着腾出来空间之后，我们把车屁股左右掰开，胳膊延展出来，顺着这一块往前折，让开这块玻璃的位置。顶盖这里腾开位置，我们把脑袋顺着里面翻出来，后边的这个小背包结合的时候注意，先把这一块扣下来，暗处的这2个卡槽结合固定。大肚子的变形也是这个模具设计的亮点。我们从车灯这里撬一下，掰开这里边的2层，提上去，
有个小细节不要忘，车灯的位置根部往起翘一点点，摆成斜着的角度，这个样子。然后把这个镀弹拉下来，黑色的保险杠稍微的转一转，在根部这里有一个卡槽，银色的位置落到中间的相当于脊椎的部分，扣上去，然后再把裆部的这个零件插合，顺势把这个凹槽的缝隙对准，圆滚滚的肚子现在基本上就出来了。侧面的这一块车门双关节继续往前推，让这个透明的窗户啊刚刚好把这个车灯包起来。那隔板圆滚滚的这个肚子，哇，这种层次对叠感就起来了。后边这里2片车门中间也有卡槽，把这里插上，然后轮子旋转180度立起来，变成它的小翅膀。这个造型也是非常符合动画片里边的一个感觉，所以为啥说出版这个隔板的模具是真的棒啊！最后小拳头翻出来，手臂这里是一个弹簧的臂甲零件，它可以自动的炸开啊。不过我感觉阿帕奇的这个里边好像有一点生涩。双关节肩胛回归，基本上就变形的差不多了。另外一边咱不翻拳头，带上原版的这个小锤头。其实说起来啊，出版的 TFP 模具都是个个的神作。如果真要说给这个隔板进行一些改动的话，我觉得就是填一下小臂里边的这个盖板，把这窟窿堵一下。其他的部分改动的还真不算太多，因为出版模具已经足够优秀了，在有限的零件之上，已经能做出来很还原的2个形态，这个是非常厉害的。隔板这个角色，其实自08动画登场之后，我个人来说就是非常喜欢的，非常可爱、憨厚的这么一个形象。其实我看过之前的一些采访报道啊 ，TFP 的这些角色设计之初并非之前的形象，比如说隔板。它的原先的原型应该是铁皮，结果为了和电影里边的一些桥段进行互动嘛，铁皮毕竟已经死掉了，所以换成了08动画衍生的角色隔板，包括后续的烟幕也是一样的道理啊。起初大家都会觉得那个角色像是热破变成补天士一样的一个定位啊，但是后来呢选择了烟幕这个小子。我们聊回阿帕奇这回的版本啊，在人形状态之下，颜色方面也有了一些重新的细分，最明显的就是脚趾头。原先我不清楚为什么官方会涂一个金色出来啊，阿帕奇这回直接做成了黑色的塑料原色，手臂、膝盖、大臂、肚子里边的这些点缀都用了金属漆来做效果，所以在配色方面，阿帕奇的这个版本应该会更加贴近于动画里边的一种感觉。当然，动画片里边2个手都是可以变成锤子的，所以这回带了双锤。此外，曾经非常好评的这个梦工厂配件包啊，这回也算是一并做了出来，中间有3个扣子。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方打开，里边是双段的关节，通过这一块的插桩，也是可以扣在手臂上这个位置，再结合插住，变成了小胖子热兵器的双手炮形态。哇，其实真要说还原的话，这个炮口如果说做成那种金属的蓝漆，效果可能会更加的好看。不过上色就要多一道工序了。如果说是最理想的状态，我觉得是啥呢？底漆还用这个金属色的圈儿，在里边的这一圈点缀进去那个蓝色的荧光漆。第一个啊，成本肯定是有增加；第二个，工人上色的手艺可能涂的不是那么均匀完美，所以这个东西就取消掉了，但是挺可惜的。最终我手上拿到的这个样板手炮是一个金属漆的版本了。如果大家觉得喜欢的话，可以在评论和弹幕里边留言，看一看反馈怎么样，要不要让厂家把这个东西涂成那种亮蓝色。除此之外，梦工厂的这个配件包还有玩法，把这2个手炮可以跟这样组装起来，增加一个握着的锤柄。我个人来说更喜欢把这3片炸开啊，做成这种圆滚滚的造型，也很有张力。除此之外，梦工厂的这个后保险杠还可以插在后腰上边，作为一个腰带的补足，2个卡扣往上一放，也算是和前方腰带这里黑色的保险杠形成了一个贯通的环。但是可惜前保险杠就没有什么搭载的位置了。于是现在就是这个锤子精的完全体了，双锤的模式造型还是非常有张力的。当然还有2个锤子啊，看你想往哪儿挂了，也无所谓啊。
如果说呢，挂这儿倒也不是不行，找个绳儿吧，找个绳儿我拴它一下。A few moments later， 这样就威武雄壮了起来。我跟你说，大力神他算个蛋。哇！正好我手边也有之前推出的 AC 版本，我们放一起来比较一下。明显感觉阿帕奇版本后出的这一个颜色是要比先出的 AC 版本偏更加深绿一些，而且早年间 AC 版本推出的时候，它是完全照着官方原版的那个模具、原版的那个配色以及身上的一些细节点缀去做的，所以它和官方原版是大差不差的一种配色方案。而阿帕奇的这个呢，是为了符合动画片里边的形象，照着设定图做了更加的细化涂装以及更新的一个调色。小人 Mickey 方面 ，AC 版本的这个肤色会更加偏白一些，阿帕奇的版本更像是黄种人偏橘色，其他身上的造型来说也都差不多啊。只是在一些涂装细节的部分，感觉 AC 的这个好像显得稍微肉一点啊。但气质方面来说，我觉得阿帕奇版本的 Mickey 会更加的幸福一些吧。那么以上便是这一次阿帕奇的隔版了。其实说起来啊，3年的等待让我曾经对这款隔版期待的特别高。我总想着阿帕奇用3年的时间将会改造出来一个怎样不同的隔版，怎样的一个演绎。但最后呢，其实发现它在结构上面并没有改太多，纯粹是在所有的零件上漆的部分，包括颜色的更迭部分做了一些改动，包括原版隔版在肚子里边这些转轴的位置啊，原先是灰色的，阿帕奇版本全部变成了这种黑色的，所以整体的一体性会更加的好一些吧。在颜色搭配方案来说，也是更加还原动画片里边的一些形象。同时也能把当时大家都希望要的这2个配件包给你做了出来。我记得梦工厂这个锤子当时单买一个都特别的贵了。而配色方面，大家也能感觉得到，阿帕奇的锤子就是给阿帕奇的隔版用的。如果你把它当成原版的配件包的话，会发现有色差的。所以就这样说吧，如果你手上有原版官方的隔版的话，想给它配一个锤子配件包，现在又买不到的话，可以考虑 AC 版本，至少它们绿色板件之间的色差是很小的。但如果你想要一个更还原动画片里边的配色方案，更加符合动画片里边的形象的话，阿帕奇版本绝对是最懂 TFP 的那个厂家。所以这一次阿帕奇的这个隔版吧，和之前的 AC 版推出，我觉得也是各有特色。这2款产品怎么形容呢？如果它们同样是官方推出的，你可以理解为一个通常的量贩版，一个限定的精图版。但毕竟这是2家第4方在出的产品，尤其又错开了这么多年的时间，所以最终怎么选择，大家喜欢哪一个，还是看自己的个人需求。那么得嘞，这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